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蔡宜瑜，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应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友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对于两岸地缘所有的一些关系的话，当然你会注意到一些事情，那包括喜欢棒球的朋友，当然有很多台湾有很多兄弟上的一些的球迷 ，OK， 那大陆那个地方他们要进行城市联赛，没有想到上海那个像跟台湾我们的中信兄弟像那个 logo 这几天引起广泛的一些讨论，台湾上面或台湾所有关心棒球的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而这牵涉到的是地缘关系之中，有人说这是老共在用所谓的棒球统战的一环吗 ？CPP Bill 会不会到最后又被吃掉的感觉呢？好，那这是跟地缘政治跟所谓的两岸之间呢，所有事情都会有关系。当然这两天你在媒体上你看到一个叫太子集团。45亿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好，45亿，然后包括一堆的名车，然后包括豪宅，你豪宅一辈子都不见得买得起一栋，然后豪宅一口气买11户。当45亿被查获，事情爆发以后，跟主谋所有人在商量过程，人家就说45亿小钱，好吧？你如果以他全球诈骗集团，然后所有这些钱的话，光比特币10几万枚比特币，你能想象吗？好，但重点是在后段，当被查获以后，那大家就在讨论说，有人被声押，然后有的一些交保，包括美国要制裁的一些人也有被交保的，大家就在讲说，台湾对于诈骗在这一块是不是应该再讨论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呢？那如果是台湾变成诈骗天堂的话，对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当然，今天对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从主持人就讲。因为宣布从今天跟明天那次第解封，到了明天大家那应该就可以吃到温体猪肉 ，OK？ 那当然，对于整个爆发的案场在台中市这个地方，所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今天台中市政府第一个送了36页的报告，然后今天包括市议会里面所有的讨论。第二个，台中市长卢秀燕2度鞠躬道歉，同时呢，台中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好几次了，农业局长。包括农业局长，包括环保局长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动保处长，3个人免职 ，OK， 直接下台。那下台这一段，包括卢秀燕市长的2度鞠躬道歉，事情风波是不是就此停息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最重要一段是要在几个月以后，希望能够在国际组织里面把我们变成再一次回到非疫区。好，那播一开始，让观众们先看一下整件事情。那宣荡了这么多天，在今天的时候，台中市长卢秀燕2度鞠躬道歉，让你看一下。来，第一。在这次的防疫的最重要任务，我们就是要把疫情锁在暗场，让病毒没有外流。我们和中央团结合作，齐心齐力，完成了这项的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中央给我们的指导、给我们的协助，我深表感谢。第二，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得不够好。身为市长，我必须概括承受，我应该要道歉。在刚才我们已经发布了相关首长的人事异动，在这个事件当中让大家担心了，我非常的抱歉。妈妈做不好，一样要检讨改进，我们绝对会引以为戒。谢谢大家。来，一善是第一个，当然台中市府那有36页的报告，那包括在市议会里面，大家也在检讨像这个报告的一些内容，那里面也有提到一些惩处的人，可是重点是在刚才你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那2度鞠躬道歉，同时讲的那段话，妈妈做不好，一样要检讨改进。然后让大家担心了，跟中央之间齐心合力，把它锁在这个暗场里面，那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这个卢秀燕很少道歉了哈，7年来他做台中市长，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卢秀燕道过歉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冲击到卢秀燕未来跟现在的一个相关的形象，跟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嘛，所以他连续2次道歉了，而且3首长下台。另外他出了一个检讨报告，当然检讨报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说里面的问题？我们就看结语就好。结语它当然是说，我们肯定我们市府第一时间就以最高规格的防疫机制，针对厨余处理、运输车辆人员进出、租资监控，
全面管控。我要讲的这一句话里面，就发现了这整个10几天的过程里面，你台中市政府真的有做到这些吗？就说第一时间也好，为什么我们会对卢秀燕这一次会被人家迷因化成这样子，卢妈妈整个形象破灭的原因是，她第一时间叫大家要关注购物节嘛，那导致你对于一个行政首长，如果你对于危机都没有办法认知的话，你市府团队如何去管控危机嘛？那包含所谓的最高规格启动防疫机制，到了第5天，郑肇兴才把疫调比较明显的一些资讯才揭露嘛，否则连兽医师是谁、姓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嘛。所以他有用最高规格启动防疫机制吗？另外，对于厨余我就不用说了。这几天我们讨论多少所谓的厨余堰塞湖，从12个地点变成3个地点，到3个地点里面还冒泡，水火同源呐，这那个景象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夸张嘛。所以包含车辆的管制，那这些人员啊。我就说，包含进出的人员、记者都必须要做所谓的在家监控，不能去养猪场。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做好所谓的人员的管控，包含最后的清消，你还特别叫你的动保处的人去做所谓的清消，多余的事情再去做一遍嘛，害得我那个相关的检疫必须拖长1天的时间嘛。这些东西不应该为的，但是台中市政府都做了，包含猪只的监测。到现在死了多少头猪？我说真的，不止我们不知道，连农业处那个农业部、中央农业部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猪只的死亡的数量，因为3联单。甲乙丙联3联都不一样啊，到底要信哪一联了嘛？这未来都交给检调去调查。但是表示你这一次的防疫的过程里面，台中市政府出了很大的包，而这些包就是过去长期以来忽视了整个猪只管理、厨余管理的过程嘛。所以3首长下台是刚好而已。年轻人对卢妈妈的这个形象也已经破功了。另外就是说，你的整个未来的危机管理，还有执政团队的能力，大家都吓一跳。不说不知道，原来我们在台中市政府，我们除了郑肇兴以外，我们有看到卢秀燕的执政团队吗？我们现在对卢妈妈的检视，对卢秀燕的检视，已经不是市长的检视了，因为您做了7年，我们是对未来你可不可以领导一个国家的检视嘛？那你就必须要有执政团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执政团队那么重要的农业局局长，那么重要的环保局局长。动保处处长3个一并下台，那除了这些人，除了郑肇兴以外，我们看到卢妈妈的团队在哪里？没有团队的时候，你们不断的去包装卢妈妈的形象，是不足以去说服大家未来让你争取大位的。所以这整个过程，当然卢妈妈未来的政治前途还是在2026年的台中市可不可以保得下来嘛？那当然，现在民进党已经提名这个。何欣纯，那个国民党当然是江启臣嘛，但是这也会引发所有的相关的问题了，因为卢妈妈的票源来自于市区，而市区的年轻票、中间选民的票，包含妇女票，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大量流失嘛。那在江启臣的部分，因为县区的部分就是派系红黑派为主，那过去红黑派会团结，是因为卢秀燕你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所以我红黑派团结嘛。那江启臣是属于红派的时候，那黑派会不会团结在江启臣底下嘛？这给所谓的何欣纯很大的一个开拓的空间。来，对妈妈，来，对，那卢秀燕，你可以看到卢秀燕市长讲了一个，就是妈妈做不好一样检讨改进。当然，因为政治人物嘛，已经做到市长了，那这整个过程，我记得前几天是张思刚议员在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讲说，做不好的那几个本来就应该要换掉，只是现在在疫情当中。那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什么时候是适合？如果这个礼拜5宣布整个解封，然后可以买卖猪肉，他也觉得那个时间是好时间，所以今天等于是提早1天，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当中央已经评估完可以解禁，那就是应该，因为前面你会发现卢秀燕其实并没有针对团队、针对这所有的过程有什么一些表达，但是看起来已经解封了，所以今天整个态度直接有人说直接重手下，不是只有3个局处首长哦，包括他们有讲说。中间有防疫不力的，全部都送正风。那不要讲司法调查是已经往下进行，只是目前这样一些做法能够，应该讲止血吧，因为这一段确实伤嘛，所以能够已经做到止血的这一段吗？你觉得？
那待会要来看他的粉专是不是有被骂爆嘛？好，那我先讲啦，就是说，坦白讲，他今天的那个报告，他本来是电子，他是明天才要专案报告，所以今天是先电子档出来给那个议员，结果议员赫然发现说，那你的整个检讨报告竟然高官都没有下台，那反而是你惩处了2个基层人员，哪2个？是那个假日啊，有一个那个正信的那个去倾销的那个，对，叫你 stand by 的，结果你就机器背着，然后去抓的那个就很衰，他被惩处了嘛。那另外一个是说，确实我也觉得那个应该被惩处啦，就是一个环保局人员，他去集合，他说他5月、7月、10月都有到现场去集合。结果赫然发现人家老农4月份那个蒸煮设备就坏掉啦，那你还说你去现场？那你现场到底去集合什么呢？所以这2个是在报告里面有被惩处的。OK， 好，那你这个报告出来，当然就是议员整个爆炸，议员就觉得说，哇，那你不要说你那36页的报告，你似乎都没有讲到你自己的责任。那因为他的刚刚义山哥有讲嘛，他的报告还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市府防疫的措施成效显著，还说我们第一时间就采取什么高规格、最严格的。规格来这个做防疫措施，那就看不出来你，而且他说这个图表居多啦，我有看到那个电子档，他图表居多，那所以到底你的检讨在哪里？好，那我要问的是说，他今天突然又发布了那3个局处首长，然后就直接叫他们这个免职嘛。那如果说你真的有要处理，你为什么当时在报告里面你不直接写嘞？那你就是被骂了之后，然后赶快再把这3个加上来。你那说是电子档出去以后，然后大家的那个包括炸锅以后，然后才把这3个。对啊，因为他后来是又再发了一个新闻稿，然后才讲说要把农业环保跟动保处长把他免职。之后来加了那个新闻稿，这3个高官的人士在那个36页报告里面是没有的。然后才讲说要把农业环保跟动保处长把他免职，之后来加了那个新闻稿，这3个高官的人士在那个36页报告里面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凸显就是卢秀燕怕被骂的一个性格。你看之前你看从厨余的处理，他当时一开始要先用埋的，埋的被骂之后跑去用烧的，烧了之后又被骂，又跑来用埋的，那所以他就怕被骂，就一直到大转弯。他为什么要怕被骂？我的意思是说，我一定要，其实大家清楚吗？连蓝营的人，等一下博弈可以表，连蓝营的人大概都在讲说，这下面的局处首长这些，如果有人不下台，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是匪夷所思的，不会是吧？对，好，所以我既然一定要，我干嘛要怕被骂呢？我都已经检讨报告出来，我都已经局处首长要负责了，那我也鞠躬道歉。我的意思说，我本来就应该想到，我应该会有这样的处理模式吧。我总不可能会想到我什么都没有，就那2个，然后直接惩处以后，整件事情云淡风轻。这10来20天，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卢先生不可能会这样想吧？我必须讲因为以前他都顺风顺水，他真的都顺风顺水，而且他没有要宣布选总统之前大家都不会高规格去检视他。我觉得之前都比较轻轻放下，包括什么星光3月气爆啦，这个什么的，因为他都要选总统以后，大家开始高规格检视，其实就跟侯友宜某种程度有点相似。但他之前都太顺风顺水了再加上台中就是不像天龙国一天到晚被检视。那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说，你可以看他的行事风格，就是你从他这一件的这次非洲猪瘟，包括我刚刚讲的厨余事件，一被骂之后，整个就是政策一直转，那个厨余都不知道到底是要烧的还是要埋的。然后再来就说道歉的事情，其实你看从事发10月10号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道歉，是今天第一次道歉也是大家一直骂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连道歉都没有啊？你要看他，甚至连前几天的记者会，他都还讲说他自己说什么及时拆弹化解危机，锁住疫情，就完全没有要放软的意思，认为说我做的好棒棒，我把整个疫情锁住，所以大家才有猪肉吃，还率先宣布说我们直接7号要解禁，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根本没有要道歉，又骂他之后，他开始道歉，然后今天也是因为那个人事案，我认为也是外界整个炸锅骂他，好再赶快再把那个3个局处长再加下来，不然你的报告里面本来就应该就直接下台了啦，怎么会没有好，那再来啦，就是说他的那个报告其实这个议员这个不要说议员炸锅了你
连这个王姓兽医组啊，他也看到那个报告，他也炸了，他超炸的哈，因为看起来就是说不要说什么一个兽医什么从什么季姓兽医王姓兽医组，然后赖姓杰，从一个到底2个到最后4个，对，到底是哪个？到最后是4个人还是几个？对，那我要讲哦，你这个是市府的疫调报告哦，我真心觉得你的疫调报告都出错啊！为什么就出错？因为是他自己发了一个声明稿，他把对，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是说。当时市府的疫调报告是讲说，那个王姓兽医组是10号的时候，猪农就打给他，然后他就开始这个有点就问诊，他就自己那个隔空就帮他就开药嘛哈。然后13号、14号，他也说什么要通报2次，一个是14号通报，一个是20号通报嘛，对不对哈？然后看起来看似又要把责任推给他，而且我觉得让他最火的是，后来不是说事发之后说他出国去，有点要刑诉他畏罪潜逃出国的那个样态了哈。所以他今天又完完整整在你的疫调报告出来之后，他就整个发了一个文来反驳哈。那我们看他讲什么？他说啊，基本上你根本就没有咨询我，只有被告知啊哈。他的意思是说，10月10号的时候，他接到猪农的电话，然后呢，猪农就有跟他讲说哈，这个就是有流鼻血了哈。那他就跟他讲说啊，因为现在是连假，我没有办法到场，所以他就只有这样子。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猪农有做了什么事情，所以10月10号他就直接你就说，因为他没有到场。好，所以就这样，所以只有咨询，然后就有被告知这样。然后后来呢，13号的时候，他接到猪农的电话，那猪农就跟他讲说一个好消息，就说阿伯待鸡啊啦，看起来是没事情了，我们要正常的出猪。好，所以他就说哦，那好，那你就那个猪农跟他讲说，你不用再找人过来了啦哈。所以他基本上他连通报都没有，因为猪农跟他讲好消息嘛。然后到第19号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不对哦，那猪农发现说啊，我的公猪跟母猪那里吸家贼啊，一直死，所以后来啊，他就赶快又打电话给他。那他因为那时候打电话比较晚了，他就说好，那我20号我就赶快去。就到了现场之后，他发现整个不对了，他就那个猪农还没有要通报，他是强制猪农说你一定要通报，所以他通报之后，然后再给他协助哈。好，那所以到了25号之后，我觉得他后来你看他后来最后写的这边哦，他说市府的调查报告啊。说我13号就有通报这件事情，显然有误，因为通报者根本就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14号兽医既然去了现场，却又不强制裁剪，所以这很离谱这是市府的调查报告你连到最后市府要写一个调查报告，你到底有没有去问到王姓兽医所本人啊？显然没有嘛。理论上应该会。对，可是如果你有问到他的话，那你的报告怎么会跟王姓兽医组公开的不赶快呢？这个很离谱好，那我就要讲就后来他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出来，是说那个20号裁剪的时候啊，本来台中市的那个申请他们只有要申请肺炎。他只要申请验肺炎，根本就没有要申请验非洲猪瘟。他说好在啊，是我们有一个关键的守门员，是农业部的兽医的这个兽医所的副研究员，叫做黄友良。他就觉得不对，他觉得说你不能，这看起来那个症状不太指向肺炎，所以他就认为建议说再强制再验一个那个非洲猪瘟。后来才发现，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塞，你今天从你的疫调报告，你的报告这个不但出错，还被人家打脸。那我就觉得说，哇，那，而且还有人觉得说这很严重，因为你连公文书，因为那个报告算是公文书，你连公文书都出错。那所以啊，我就要讲是说，难怪你今天这个卢秀燕即便道歉他的粉专还是一大堆人不买单，还是给他灌进去啊，通通还是都在骂他他就说加油市长拜托你什么都没做你什么都没做，我们才能有猪肉吃，这个很酸然后还有说他甩锅第一啦然后还有就是说普发5万，叫他普发5万，然后3句话不离重要，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今天整个道歉，我觉得基本上是大家都还是没有买单但博弈，这个你说几个局处首长该走人或什么，对蓝营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声音。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朋友会去建议卢市长说，应该要下重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下这个重手够重吗？然后其实一山刚好特别提到，其实对卢秀燕市长来讲，大家现在整体检视的不是单纯市府团队。因为我们是这样嘛，如果要是真的做了总统，他如果以前曾经有过市政经验，通常团队有可能应该有不少人，就会直接到中央或什么的，所以就等于是在做中央级的检视来看，说这一次危机处理的过程，应该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而目前来看的话，对蓝营对所有来讲，会觉得这样做的够了吗？你还前2天吧，是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直接给卢秀燕市长打了个0分，当然那一定就是政治攻防的开始。往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卢秀燕市长会一直被拿出来讲？我觉得台中市府现在的就是防火墙的架设够不够重，
取决于他后面台中市政府能不能够把猪瘟的事情处理好，这非常重要。如果能够到现在为止，只有猪瘟确定，包括你说重新在宰杀开始都恢复正常，没有再有猪瘟的问题了，那也许现在的处置就已经够了。OK， 但是如果后续状况还是跟之前一样，呈现有点混乱的情况之下，那很明显的现在处置就不够，所以我不敢说够不够，要看后续的处置如何，非常重要。其实对于处理这个猪瘟的问题，我从以前讲法都是一样。你说不管猪农、中央或者地方都有责任啊，这不会没有责任的。你说中央的通报系统顺不顺畅？我觉得中央要来讨论一下。但台中市府很明确的，我个人觉得稽查够不够确实，这个就非常的要来讨论了。讲实话，有去查没有问题，我觉得都有做到。但是查出来结果跟你们报告上显示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一样啊？这个问题我老实讲。照卢市长讲的没有错，是不是螺丝有松掉？你是不是真的很认真的去查每一笔你所查的资料，还是只是心里如意？我到现场看了一下，人家传的照片都是以前旧照片，你也收，我也收了。对，不该传的养猪场传你也收。对这个问题，我老实讲，那就是螺丝松掉了，这很明显，这也不需要去大家来护航或什么的，该要处理就处理。然后说，台中市府有3位局处首长，这回就是换人了。我个人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这是很基本的。尤其是某一些局处首长在议会里被询的回答的答案，也让我非常的惊讶。他好像什么跟素人是差不了两样啊，对，讲话好像不是一个身为政务官该要有的回答跟专业的态度。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台中市府的处置没有问题，而卢市长道歉了，我觉得该道歉就道歉了，这个没有什么好说。身为一市之长，这个市里面出了状况。那就是要处理。小玉刚刚从头到尾讲的似乎还不太满意，你有没有感觉出来？我觉得大家如果不满意，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毕竟这事情真的是很严重。那的确，你说从猪瘟到现在也好几个礼拜了，那你处理到现在才做所谓的这个真的下重手，包括你说直接换人，包括直接道歉等等的，慢或者是及时，我相信民众有不同的想法。但是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后续的尽快的照卢妈妈市长讲的。不要再螺丝松掉，尽快的把所有相关的问题，包括未来 SOP 该怎么做好，我觉得才是重点啦。因为这事情发生了，你说实话，已经无法去弥补过去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怎么做才是市民对你的期待。而我相信卢市长对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不会只有到现在为止，而未来任何一个小小的事件或大的事件都会被其他人或所有人拿来做检视。所以每一段事情要好好认真仔细的处理。这件事情，你觉得对卢市长，2028角逐大位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对2028还言之过早，因为毕竟现在才2025，离2028还很长的一段距离。中间还有一个2026，对，还有2026，所以还有非常多的距离。但我必须要讲，政治人物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就说你的好名声，卢妈妈，我今天看到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满意度跟声量调查，卢妈妈还是第1名呢。对，还是第1名。对，就是说，对，还是第1名。好评。对，还是第1名。对，就是说他会能够到这种程度是很长时间累积起来的。但相对而言，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爱护你的名声，很快也有可能就会掉落到别的名次去。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对台中市府。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警惕啦，就说是否真的对很多重大议题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回应到民众所期望的结果，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很多事情除了做好之外，速度也非常重要啊，因为感受问题嘛，很快就处理好了，代表民众对你认可，代表你效率是好的，大家对你整个制度是完美的。但现在我期望啦，道歉完了，然后也下台了，后续赶快把它做好，因为未来会碰到挑战，我相信会更多。OK。但现在我期望啦，道歉完了，然后也下台了，后续赶快把它做好，因为未来会碰到挑战，我相信会更多。OK， 叶宇是第一个，你们秘书长徐国勇直接给了个0分。您对于包括他给那个0分，但是到了今天卢市长道歉，然后3个局处首长下台，你觉得分数会往上加了吗？包括在过程的处理，当然，我们的内部次长窦文珍是说要等到。我们回到非疫区才算整件事情的结束，所以呢还有那一段，只是明天开始大家可以买到文体猪肉 ，OK？ 所以那段期间到后面那段，在一直看起来跟前面的中间处理 ，OK？ 你们是怎么样评估？有一段可不可以展现出卢市长对于这件事情要处理的态度？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个局处首长不是请辞，一般有人处理这种就是你就请辞好了，或没有哦，直接换免职哦，直接拔掉了。免职是表示是我市府的态度哦。是你，因为同时有讲，因为在防疫不利，或是有对于中央什么什么这些，所以是我让你免职哦，不是你跟我讲你要请辞哦。这基本上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足以告诉所有的民众对于这一次的事情他们的态度，再加上鞠躬道歉。从这个猪的问题先讲嘛，因为明天开始会恢复运送，那后天就可以有屠宰，那大概在后天下午大家就可以吃到温体的猪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因为已经有15天的停止运送啊，停止屠宰，所以基本上现在对猪农来说，它的成本是提高的，因为给这个涨我刚东西成本然后猪也是变得比较大只了，所以接下来可能要第一个面对就是后天开出来这个市场猪肉的价格是多少，有可能价格不好。那如果价格不好的话，对猪农来说就是第二波的冲击，就是说我的成本提高，结果我的猪肉卖了更少，较歹去，等于伊了钱，这个如果了钱的话，他心里的这个怨会跑到哪里去？当然就会跑到卢秀燕嘛，就是整个台中这一次处理这个非洲猪瘟的不当，造成后续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行政院长也有去讲说未来如果普发1万块，希望大家多吃猪肉，就是说今仔这15天这给出来这的猪肉，事实上要把它消化掉，这个也是现在中央政府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猪肉接下来要消化的问题。第二个厨余的问题，就是说厨余养猪这件事情目前被禁止起来。那目前禁止起来，为什么有办法去化这些厨余呢？是因为我们用焚化炉去把厨余直接烧掉，但是这不是永远有办法用焚化炉去烧厨余，因为你查讲各地方政府的焚化炉去焚烧料有限。台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焚化炉没规划好，所以他们会有大理垃圾山，他们会有所谓这个堰塞湖，都是厨余的这样的一个的问题都一直存在嘛，所以未来你厨余没有办法被进入养猪的话，就会表示会有更多的厨余，那这个部分农业部要怎么样去强制规范不厨余养猪后，这些厨余怎么去化？那大家事实上目标只有一个，就杜文珍讲的，台湾要从非洲猪瘟的要把它维持是我们是非疫区。那如果非疫区的话，必须要3个月的观察期。那我看我们现在查这15天，大概都不应该那样。接下来还有6个15天，还有6个15天，我们才能确保台湾的非洲猪瘟没有蔓延的。所以接下来代志加多事实上未来都会是所有政治大家去注意的，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民生问题。那回到了这一次卢秀燕她今天的道歉，在我个人看起来她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道歉，而且她这样的一个道歉下去，也能让她止血了因为卢秀燕在这段时间是她被攻击的很严重，我们都看得出来那就是从她的这一些局处长在面对大家挑战非洲猪瘟的时候，你从一开始把它扯到了说我们去关心购物节，不是来关心非洲猪瘟，到后来大家在做疫调的时候，大刚你的后人的答案都没讲，你到底几个兽医，还有人做出梗图来说我们今天呢这个疫情指挥中心这个前进指挥所就是兽医又加1了，从3个变4个甚至这个还会说你们死掉的猪肉还会有校正回归，就是说过去咱拢感觉遐是笑亏的代志，这一次都可以拿来做梗图，然后让卢秀燕她就被大家又这样去打考试之类事实上这个被考试就是因为她讲不清楚。公美清澈看给我们考试，所以卢秀燕今天对这3个局处赏免职基本上这个动作算是大的，因为是一口气就3个，你看农业局、农业处啦，农业局他的环保局啦、动保处3个都算是重要的局处长。结果3个都把他免职掉，所以以这类动作，这料下大，事实上目的就是要止血。那我也觉得，至少如果非洲猪瘟没有再继续扩散，维持是这样的话，卢秀燕今天的道歉是足以让他止血。但是卢秀燕未来他要面对政治的课题事实上也才刚开始，因为这改他的这样台中市政府的表现。
会不会伤到未来台中市他们江启臣要接他的棒？会不会伤到？一定凶掉嘛！好，因为你这个就讲到大家事实上对于很多高度政治的物件，在地方选举不会那么重视，但是对民生的问题就是地方选举重视的哦。所以江启臣，你一旦你要承接卢秀燕未来给你卡打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去质疑你台中市政府，你们真的有办法顾好民生吗？你真的有办法让每一个妈妈都是信任的一个市政府吗？这个就会变成说未来这个我相信何新存在整个事件上，他朝向当选的这条路是大有可为。这是第一个，卢秀燕面对挑战，就是说他接下来的地方选举要怎么让台中市民可以继续信任他这样的一个团队啊。第二个呢，事实上卢秀燕最本质的问题呢，他本来声望真的是很高，可是他的声望一旦破掉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他决定不竞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到最后党主席郝龙斌挫败，然后郑丽文当选党主席，这个才是对卢秀燕大家在政治上觉得你该担当的时候没有担当。那之后的都是后面的发生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卢秀燕的声望从天堂忽然掉下来，这个就是以当时没心胆国民党的党主席这一次。OK， 杨敏是政治人物，基本上除了要熟认政治事务以外，危机处理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不会保证你的从政路上永远都没有危机嘛？这一次平心而论，对于台中市对卢秀燕市长，一定是一个大危机在处理。危机有可能变转机，危机有可能更糟。你自己看，最后如果到目前今天来看，尤其这几个大动作，然后包括3个局处首长，所有这些，这个危机处理跟前面从10月大概我们从22号开始算好了，这一段期间你的判断会是怎么样？刚才大家都有提到，要看台中市长这一仗，在明年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再看2028的这些，是这样吗？目前对卢市长，他是一个叫做不幸中的大幸就是说台中我觉得蛮奇特的，很多病毒或细菌或者什么瘦肉精就是只有台中发现，不会扩大，也不会有其他的案例。那目前这个案子最重要就是没有扩散，是没有扩散，卢秀燕的危机就少了一半。为什么？如果扩散出去，大家你知道现在这个众矢之的，就是指的是你卢市府的问题。哇，那不得了，那个对卢秀燕的伤害会更大，而且对在野党整个国民党的形象，那种地方治理的能量会是一个重创。所以现在从今天开始，就是卢市长所谓的危机，从危机到转机的这个过程，他开始道歉，然后呢拔关，这个都是要展现说，我们在做这个叫某种程度叫灾后重建工作。因为当然还是要祈祷一下，不要后面不要对，不要再有任何要确保清零，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有任何的破口，或者说有后续它有病毒的扩散，卢秀燕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危机的动作是没有用的。可是如果现阶段就如同我们现在包括中央地方确定目前还没有扩散的这个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我觉得卢市长这个危机确实就已经度过一半了。他也鞠躬。一般来讲，台湾的政治就是这样，你认错你有做不好的地方，市政府有不好你也认错了你该拔的关你也拔了那而且那些关都是老实说，你这辈子可能你也第一次听到什么台中市环保局长、台中市动保处长叫什么名字，第一次认识他，然后他就要下台了。那所以这个对我觉得对整个台中的政坛会是一个就是说伤害性破坏力最小的政党。就是以目前来看，那对明年的2026的这个选举，因为还有1年的时间，那这1年当然民进党我必须说这次民进党就要超前部署，就是何新存委员已经被提名了，已经被征召提名为这个台中市长的候选人，这是很罕见的。在这个1年之前就把你征召出来，那这表示什么？民进党知道在这个地方要加倍努力。那所以台中这个猪瘟的议题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民进党的每个议员都活了当然明年要选举是一回事，但是很重要的是民进党把这1亿视为一定要拿下的。台中如果拿下，我最近听到一些这个蓝军蓝营的朋友说何新存基层很强不要小看他不要以为卢妈每次都大胜，这个就小看绿营在台中的实力其实当今天换一个人选的时候，就要看那个人的特质。大家都是新人，没错，就是新要选的时候。那何新存当然他除了基层实力强，他2届的台中县议员，1届的台中市议员，再选4届的立委
他就是一路从明代这样子，他其实你知道，他也讲说他也是妈妈，对，妈妈，他也是妈妈的身份，小玉也可以去选妈妈，我选就是说他女性的特质在台中是他不会吃亏，然后呢，他过去2020年第10届立委的时候，他是全国最高票，所以他的基层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然后呢，他过去2020年第10届立委的时候，他是全国最高票，所以他的基层实力是非常雄厚的。那这一次他也是13万多票，即便在老实说，对绿营来讲相对逆风的一个环境，像蔡其昌被蔡壁如咬得很紧他还是有一段的距离，面对那个林嘉欣的挑战，所以他在台中的基层实力确实是很强的。那这次蓝军刚刚都讲江启臣，可是其实蓝军还没有定案啦，对，只是说目前看起来江启臣几率大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8年前他在那个民调初选不到1%的落后，他直接说他支持卢秀燕，所以党内会有一种我们欠江启臣一次，他会很自然而然，即便有一些声音说杨琼英也可以啊，杨琼英已经这个好几届的立委啦，她是学姐啊，可是呢，如果以形象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知道台中市长已经变成外交部长的这个孕育的温床你看有胡志强市长，他做过部长再去做市长，那林佳龙是做过市长做部长，所以台中人对这个国际观那这个江启臣是强项，当过新闻局长，他不止新闻局长。他又是这个国际关系的学者，又有国民党主席的当过国民党主席，又有立委，然后呢，现在是立法院的副院长，所以江启臣确实在国民党内是强的，而且他又有地方派系，刚刚也讲了，他在所谓台中红派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基层实力。这一场我必须说，真的很难讲说鹿死谁手。那卢秀燕是否如果没有再发生其他什么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这个漏洞理论上。对江启臣才会至少不会帮他扣分，那如果要帮他加分，我认为以卢秀燕市长现阶段要加分也不容易了。为什么？我要讲是整个大环境，你国民党阵营大概就是一个大家都定型了，因为江启臣他的型大家也都觉得就是那个样子。他很难再拿出一个新的人设，他的比如说海龙蛙兵，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他有的在政坛他们都不是新人，所以。接下来要比的就是谁犯的错少，而卢市府团队就会扮演这个关键。OK， 但伟航，你不管怎么说好，你说像一路处理过来，有人在批评说卢市长一开始说什么购物节的问题啦，什么所有一路到现在但是刚就讲，今天有出炉那个县市长声量，对。卢市长还是第一名，各位，那个调查不是今天调查，10月的，对啊，那是10月的调查，对，那10月其实光所有的这个非洲猪瘟风暴都在10月对，他还是第一名啊，然后包括你说今天有那个台中养猪协会的总干事也出来地方讲说他完成了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底蕴大概很厚，所以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这一次的过程，当然你听到有很多一些批评，像 Thank you 讲说什么8年的宁静换来18年风暴，很多这样一些词。可是如果照刚才来宾讲，只要我相信这是全台湾人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有任何一例的出现。那对卢秀燕市长来讲，这一次某种就是虽然中间那些局处首长处理的那么哩哩啦啦的一路走到现在，但毕竟过了就是过了。这个我想刚刚有讲到这个网络温度计他们发布的10月县市首长声量 Top 10，那当然卢秀燕堂堂拿下第一名我有去调他们最新的数据来看，因为11月已经走了几天嘛，还是第一名。但是重点在于这叫网络声量，正声量、负声量都是声量所以就是你网络讨论的多嘛，你猪瘟闹成这，非洲猪瘟闹这么大，你能不排第一也很奇怪。所以徐榛蔚就是因为光复灾情嘛排第二非常合理。蒋万安那个公馆圆环嘛排在这里，还有那个就是辉达的排第3很合理。陈其迈有 Blackpink 嘛，很合理。这个大家都有一些理由让他们会有这样的声量，重点在于好评影响力。你会说，卢秀燕2.80看起来不错，但你要像徐榛蔚被骂成这样，他有2.69
所以要看什么？有一个叫做 PR 值OK 这个表哈，为了做新闻、做媒体效果，没有公布 PR 值。徐正惠的 PR 值呢，当然都是很后面嘛，只有10几张，就是 PR 值满是好到100嘛，烂是0啊哈。卢秀燕的 PR 值呢62，你会说虽不中亦不远矣，好歹是个中段班往上，但是卢秀燕原来是多少？2.91，他现在是2.80，2.91那 PR 值是绝对是前面版，大概最上面的大概90左右了哈，往上的最上面，现在一口气掉这么多，所以重点是卢秀燕有没有确实面临了一个政治危机、形象危机，就是有的。有，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了还是排第一嘛？卢妈妈最厉害的就是事情结束第2天会有民调第一出来但这个第一有很多解读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你跟之前的比确实不妙。卢秀燕布下神坛，我们就可以讲，他就变成一个普通政治人物。你跟张善政啊、黄伟哲啊没什么差，许淑华南投的那一个啦哈，没什么差了啊，甚至还略逊一点。那你会说有没有比较好的人？有，嘉义市长黄敏惠，他现在还是2.99，那个是 PR 的99了，最高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现实。你出一个包，你本来还是顶流的，你马上变到中流，中流马上问一个问题啊，接下来。你2028还是你是唯一选项吗？这是很多国民党人自从郑丽文当选之后就一直讲嘛，郑丽文自己也讲，你不是单一选项嘛，全雄并起的时代来了。2028，再来我们问2026，你作为2028的总统候选人，2026是不是要大力助选？是不是要去广铺你自己的关系链、应得值？那当你卢秀燕下去助选的时候，她还会是个正数吗？这个我就觉得蛮值得思考。我今天是一个国民党候选人，我在激战的时候，我赶快找卢妈妈来救我。有票吗？还是找韩国瑜？还是找谁？卢妈妈好像没有那个光环。再来就是说，事情结束是对全台湾各地的，我们吃得到猪肉啦，哈，反正像台北市啊，本来也是没有养猪场嘛，我们不是问题。但是卢妈妈那边的问题，第一，厨余问题解决了吗？像3 Q 他讲呢，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台中原来的垃圾就烧不完哦，现在每天还增加100-200吨的厨余，如果去掉水分是100吨，没水分是200吨，你怎么烧？你原来就烧不完，你有个大里垃圾山在大里那核心村那附近啊，人家地盘的附近。它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选举的重要议题？所以接下来猪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厨余的战争马上会开打。卢秀燕不要以为自己过关，不要以为砍了农业局、环保局就过关。新的环保局长如果没办法让厨余从市民的眼前消失的话，我认为接下来这不是1天2天，不是15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它会变成一个超级的延长战。那我想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如果以单纯我们讲危机处理来讲的话，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最近一连串媒体上所报道出来，从狗仔门啦、骇客门啦或者什么，这个礼拜，然后不是又报了另外的一些的事。对黄昌主席来讲，他的处理模式，这算是应该先讲。这算是他的政治生涯的危机吗？你觉得他的处理模式能让他安全度过这？因为要度过这个，才会有2026要不要那个选新北要不要选？这卡在前面的坎要先过啊。对，今天我们也都看到刘荷兰嘛，自诩为明星等级的大厨场开始拍了一些宣传，让大家会去开始就会回到黄国昌接下来位置是什么？当然，黄国昌他现在在这一个礼拜，我们碰到的就是原本我们上个礼拜的预期就是说，你在公职之前，如果你在外面有一些关联企业在外面收顾问费，去执行一些宣传啊、游说啊 ，maybe 可以过关。但是呢，你在有立委身份之后，你的关系关联人物在外面，如果真的有收钱的话，去执行一些，比如说在立院帮忙问政，会不会要步上徐永明过去的这个同样的问题？不违背职务收贿。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有印象？就是因为徐永明出事之后不久，黄国昌要打给我，他那时候在拉我们的票，就说永明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找到最好的律师了，我认为一定过得了关。没有问题，他在法律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继续支持我们的做法这样子。他讲了之后，徐永明就判7年4个月所以重点是黄国昌本人认为大家觉得有问题的部分，他认为他那个时候是认为没问题，他现在也做了差不多的事情。
我认为这已经不是选不选举的问题了。如果真的要办的话，如果最后面凯斯国际的金流确定有收到那200万，黄国昌也确定在立院问政，他太太的户籍真的在凯斯国际负责人的家的下面，千丝万缕的关系，那真的就是考验第一个，你现在的论述的模式，你一直去攻击特定的周刊、特定的媒体啊，有一天它变成检调的攻防，你又要回去柯文哲的老路，又去攻击检调吗？等他判决出来不利，你要去攻击法院吗？那这样子一定会碰到一个叫边际效益递减。柯文哲一开始玩，他还可以去换回小草，可是黄国昌你的基本盘就比柯文哲还少，小冲是比较少。那随着你玩的越少，我觉得哈，其实民进党当然是在旁边看戏了，那国民党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不错，随着你玩的越少，我觉得哈，其实民进党当然是在旁边看戏了，那国民党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不错，为什么？黄国昌手中的牌越来越小，在新北没有威胁性的话，他们就可以去进行自己小，比如刘和安、李四川嘛，李四川大陆要出来啊，就是他们就可以安心去做他们布局，就不需要考虑到民众党这个部分。所以啊，实际上政治人物在面对这些特别是媒体的爆料啦，或是一些突发的事件，我建议都有一点，就是你是要求现代过关，让自己现在好过，还是长远来看，你要持盈保台，保持政治能量。卢秀燕一开始如果大刀阔斧，就像有些国民党人在发生第4天就说，这农业局长、环保局长礼拜1就应该要下来，结果你到今天才下来16天。那是不是已经过了急救的那个时间点？该救的没救到，人家会觉得你拖拖拉拉，还在讲及时拆弹，家都快被你拆了还拆弹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在于说，有太多政治人物都想把问题往后延，以为可以变清，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效果。易余同时有2个身份，立法委员的身份，那易余本身也是律师，所以如果看待黄国昌这件事情，因为也是立院同僚，是。那立法院以你们自己当立委，那我们就讲《镜周刊》在这个礼拜2报的那个有凯斯国际的人有没有注资，然后黄国昌委员有没有去质询一些那个注资的相关的公司的这件事。好，如果这件事像媒体报道为真，有这样的一些，但黄国昌就告诉你说他没有拿，他质询他包括 JBR 从来不拿任何钱，然后包括这件事情，好，那子虚乌有什么年吗？那就后话。以立委的身份来讲的话，你怎么样看待拿捏这一块？如果以律师的身份，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也可以明白讲，就是凯斯国际，它就叫凯斯国际啊。黄国昌人家讲凯斯国际到底关我什么事？你们当然总要把凯斯国际跟我总要扯上一点关系吧？那这一段，你以律师的角度你怎么看？如果凯斯国际跟黄国昌是2个真的是独立的个体，那黄国昌还真的可以全身而退。那问题看起来就不是这样，因为凯斯国际从他的负责人，李丽娟嘛，那就跟黄国昌他老婆的妹妹嘛，对大概就是同一个补习班，然后大概也都被人家分析的是说他们的关系是千丝万缕啦，那李丽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媒体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照理说，如果凯斯国际他是跟黄国昌是2个截然不同的个体。李丽娟大可出来说，我跟黄国昌没关系，对不对？我经营这一家凯斯国际，就是我想要替台湾接弊，我想要去跟监一些政治人物，那所以有人会抖内给我，然后让我有经费去请这些狗仔去跟监人，那李丽娟就要出来讲话，那为什么李丽娟不出来讲？就是说。大家就会认为说李丽娟没办法讲嘛，因为已经出来讲，除非是黄国昌已经跟他有怎样的设计好，不李丽娟安怎去讲他的跟监，而且甚至他去收了这一个200万，又跟黄国昌在立法院的质询又有关系的企业的钱，这样的代志事实上对任何人来说啦，这个就是黄国昌教我们的连看，我觉得都不用连，就会觉得这就是赶快呢。你凯斯国际就是你的你的狼头公司嘛，大家都很自然这样去想，就只有黄国昌不敢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变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镜周刊现在大概也是锁定黄国昌他就是每礼拜2就来一个一报然后就开始去讲把他们调查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揭露出来。那大家都想看黄国昌的反应啊，他现在打给龙卫公黄国昌的公，你再不道歉，我就要提告了。
我限你中午前道歉，不然我就要提告了。所以网络上已经说黄国昌的提告宣言就跟中国的最后警戒是一样的效果。拢在党恐下用的啦。大家说黄国昌到底告了吗？最后来好像被查出来说，他真的有告，可是他是去告民事，他不告刑事。告民事跟告刑事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民事的部分基本上是当事人进行主义，所以我可能在诉讼进行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可以和解，或者是我觉得接下来发展下去对我不利，我可以撤告。所以这个是民事。在刑事就不一样了，刑事是由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检察官会去把这个背后可能就是说，镜周刊有没有造谣，有没有诋毁黄国昌的名誉，这件事情是来自于说黄国昌跟凯斯的关系，所以检察官可能就会去彻查，凯斯跟黄国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查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纵使你看当时王一川去告发那4个跟他的狗仔，就后来虽然是不起诉，但是检察官也有查出来说，这4个人是受聘于凯斯公司。那王一川就自己去查一下说，这4个人也曾经是黄国昌领过他的政治献金费用单的一些可能是助理的人，所以才会把这件事情引爆出来嘛。所以看起来黄国昌不想让检察官因为他的刑事告发，让检察官去彻查他跟凯斯的关系。看起来黄国昌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所以每次问 A 答 B， 问你告了没，你就说我不用像民进党一样啊，我要告我都还要去地检署去做按铃的动作，我觉得那个动作很愚蠢。问 A 答 B 嘛，事实上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觉得《镜周刊》是真的是编了一个故事造谣你，然后去诋毁你的话，那你就去刑事告诉，你就把它告下去，那大家就让法院一翻两瞪眼，法院认证至少还是现在社会上相对有公信力的。OK， 在博弈。那对卢县市长刚才提到，2028本来是唯一，听起来从前面一路大家讨论都是唯一选项，现在真的已经变成其中之一吗？会变成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差别性吗？那对于包括对黄国昌主席来讲的话，什么2月初的时候就要在新北板桥要找一个服务处，要什么这些所有这样一些事，你们呢？蓝营呢？你们的主席不是讲说，反正新北一定是蓝营的人？是，我先说啦。2028卢市长会不会变成不是唯一？至少我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这种氛围。就是目前大家还是觉得卢市长目前是党内最被期待的人选。OK， 目前我相信应该还是。但是未来我觉得变化真的太多，我现在不敢说。对于黄国昌委员的方面，我觉得非常单纯啦。就他自己本身，当然最近被大家攻击很多，包括了你说某些周刊都跟着他很多。我觉得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了。对，这个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违法等等的行为，我相信他花很多心力在上面。所以他接下来可能会很累，因为他除了要管他的这个私事的问题之外，他还要希望能够来代表民众党参加这个新北市市长的选举。那我们当然祝福他。那黄国昌主席想要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尊重的。那对国民党的态度，我们觉得非常单纯啦，就是新北市不会让不会让。最多大家来比民调，输了没话说，但是直接放掉让其他人代表在野党出来参选，国民党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人接受这种想法。所以黄国昌委员他的努力，他可以持续做，我们都尊重。国民党接下来很快的也陆续的会有些动作了。当然，你说会不会是李四川博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市长？我相信很多人期待，但最后结果老蒋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党内会有一个机制，不管是用初选的或是用协调的，但国民党一定会派人来参加新北市市长的选举。OK， 不会直接让给民众党，就算蓝白要合，也可以大家用一个合作的模式来参选，而不会用放弃礼让的方式这是100%确定的。OK， 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说那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要经过全民的检验，尤其在发生任何一些事件的时候，好，你说它叫危机也好，你不管怎么讲，那总是要让民众这时候其实是展现出来处理能力的一个方式。那这次对卢秀燕市长来讲的话，那整个危机算是过了吗？那包括今天3个局处首长的下台，那未来又会怎么样？当然只有一个大前提，也是全民所望，就是不要再有任何一例的出现。OK， 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一件事。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其实长期以来，我相信对所有的国人最痛恨的一件事，你把它排名排出来的话，那个诈骗，一定是排
应该可以排第1名，我想不为过吧？尤其是你的亲朋戚友，只要有人或自己有人经历过那一点点，那你大概都会痛恨死。同时也希望说要判重刑啊！你常听到这样一些声音。这2天在国内呢，那讨论最热的一个应该就是太子集团这件事情，因为包括那是全球的一个诈骗，那是全球诈骗。那在台湾这些人他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尤其当你听到一善是1天捞9亿，那些跑车列在那个我平常讲，那些跑车大概对大多数的人都没看过，原来跑车是长这样子的。然后包括人家的豪宅，人家买1户都已经一辈子不见得买到1户，他一口气买他11户。这些人还在我的选区，还在你的选区，对大安区，太可恶了！这些人，对你以为那个他们买房子、买车子是用来开的吗？是用来住的吗？当然不是，是用来洗钱的。大家看一下哦，说真的，没有一台我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我骑摩托车的叫我讲这个。法拉利、迈拉伦、保时捷，这个布加迪、法拉利啊、迈拉伦啊，这个都1.2亿啊，1亿、2亿、1.6亿、1亿8千万。说真的啦，我们这种跑车朋友有时候会开这种很下趴的跑车，300-400万了不起了，1000万我们算了不起了，它都上亿，因为它都是全球限量版。他们为什么要买全球限量版？因为你车子会折价啊，开久了就会折价啊。你再贵的跑车，你开了30年，可能就剩下几百万啊，上千万的跑车都会折价到剩下1成左右嘛。那你这种上亿的跑车，它不会折价因为它会变古董车。它古董车因为它限量，它就有保值，甚至会有增值的可能性嘛。所以重点是买了这些车放了之后，拿来用来洗钱用的嘛，钱就换成了资产嘛，否则钱要放在哪里呢？这些诈骗来的钱或者洗钱的这个分润拿来的钱，他们要放在哪里？就用在这些车子上面嘛。这一次这个太子集团啊，这个算少了啦，我们都是1点多亿，好不好？那个陈志啊，这件事情是由陈志，因为美国的抓到一个全球性的诈骗集团的首脑，这个人叫陈志，封锁他的比特币。大家知道他的比特币价值有多少钱吗？140亿美金总共加起来乘以30就好，叫做4200亿的新台币。而这只是他的部分虚拟货币的资产哦。光是虚拟货币的资产就高达4200亿的新台币。如果加上它全球啊，包含饭店啦、赌场啦，包含这些所谓的豪宅啦、古堡啦，欧洲还有古堡，这些加起来上兆的资产在陈志身上。所以这一次是台湾的检调单位配合美国在清查这个陈志太子集团的相关各国的金流的时候，查出在台湾没有很多。45亿新台币而已，而这45亿新台币，昨天大家很生气啊，为什么5万块30万交保，15万就交保？还好今天有羁押5个人，这5个人重要的人士还是羁押啦，下面比较小的车手就5万块、10万块交保啦。这2个，尤其这2个重要的人士，一个叫辜淑文，一个叫王玉堂啊。王玉堂负责就是洗钱的部分，他用开设了台湾太子的这家公司，还有尼尔公司财务总部这些。包含收受陈志海外的资金，缴交高额的房贷来避税，另外35亿购入了和平大院，隐匿了金流的洗钱嘛，就是我钱拿来之后，我去买豪宅，那我买豪宅，我钱的不动产就变成是陈志在海外的相关的资产的一部分，那我的钱就已经放在这个不动产上面。另外还有从事诈骗行为，诈骗是副业啊。金流洗钱才是正义啊，而博弈的客服就是所谓的他们用杀猪盘的方式在吸引大量的资金。什么叫做杀猪盘？他们有不是那个台中的那个非洲猪瘟的那个猪哦，他们的杀猪盘是先有一个猪圈，猪圈在哪里？101大楼啊，我租2层办公室，开玩笑。我都还没办法上到101大楼，我这种没有钱的上不去，一定是有上亿资产的人，我就到你的招待所101大楼，跨年的时候，我找一些有钱人来101大楼看烟火，这些猪圈就把这些猪就选猪选中了，所以都是一些相关的政商名人，尤其是商业界的名人，就会去101他们的公司里面，就叫你赌博啊。
赌一开始会让你赚个几百万啊，你觉得上瘾了之后，就说你大量投资进来绝对赚的啦，道理明白了，绝对赚的。结果你可能钱进去之后，他就跑了。你的钱进了某一个户头之后，这个户头可能第二天他们就把钱洗出去了，洗出去洗到哪里？洗到国际的太子集团，再来台湾买相关的房地产，再把这些房地产买下来变成他个人的资产，甚至有传出太子集团的这个层次，不只是透过诈骗啊，透过这些洗钱的方式，他还帮中国啊，因为他是福建人，人家认为啊，觉得他判断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亲戚的外甥子，所以他可能也帮中国的高官们洗钱啊。所以陈志这个太子集团啊，它包含在台湾上面有相关的资产，有相关的诈骗跟洗钱的行为之外，甚至连中国的很多的高官都透过陈志来洗相关的他们不法的所得。耀明，这件事情出来以后，说实话，大家都常在新闻里面看到有诈骗集团啊，有什么什么。但是当看到这些，你只能用瞠目结舌来形容这些，包括刚刚讲那个豪华城那个样的这些，然后在101里面隐身在101里面那些，然后包括陈志这个人，他甚或还是在柬埔寨，他是一个公爵的身份，有很多都让他觉得说，原来这些人搞诈骗搞到这个样子啊。因为他不是单纯的诈骗，我必须说，这一位叫陈志的这一位，他这个集团的首脑哦。他基本上是非常有生意头脑香港的媒体曾经把他起底他过去在中国大陆其实是2010年因为涉及一起黑客案件，就是骇客，他去攻击这种所谓人家玩家然后呢会比如说盗版游戏的这种伺服器。他去攻击，然后说呢，我在就是说跟你勒索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多少钱的话我要把你的这个伺服器给他搞烂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后来中国的公安开始查他就逃到柬埔寨去创业。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多少钱的话我要把你的这个伺服器给他搞烂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后来中国的公安开始查他就逃到柬埔寨去创业，做网咖从网咖做成柬埔寨的首相顾问。哇，这个真的是传奇故事，励志。最厉害的是什么呢？2022年的11月。那时候东协的峰会办在柬埔寨，所有的各国的这个领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都收到当时柬埔寨首相洪森送的一只那个叫手工打造的名表上面镶有25颗宝石就是由太子集团制作。哇，那你知道他等于是国家的事业了所以他在柬埔寨呼风唤雨，他不但有柬埔寨的国籍。他进出这个，包括他来台湾，常常是拿柬埔寨的护照他就不是那个中国大陆人。但是他在台湾雇佣这家天旭国际，他雇佣的大量的员工，尤其是高干这种主管都是中国大陆籍的。那其实台湾其实这个案件爆发之后，当然很多人聚焦在那个神秘微笑的这位这个女特助但是她相对来讲15万交保，因为涉案情节相对轻微很多人是很生气怎么15万就把它放掉？对，而且讲15万，然后他还没有出那个地检署那个地方就已经笑得花枝乱颤的感觉。对很多人来讲，诈骗集团，而且他还叫特助，你怎么可以这样？可是我必须跟小吴哥说，这家公司过去员工的规模曾经高达300人。这么多，很多。他主要是什么？工程师，在台湾招募的主要是工程师。他们在做什么呢？做博弈网站的这个所谓的设计写程式美术帮他做网站的美术等等。这个公司，他在101租了1层的叫办公室，1层的是招待所。那他们在101工作，那个很多去面试的员工他们那个离职之后就会去分享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做博弈感觉那个上面都是做一些不能做的，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有钱领就好了。在网站上面统计，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平均月薪，这家公司愿意分享的平均月薪是6万元以上。然后呢，每年他说公司主管会跟他们说，1年可以拿19个月的月薪。可是呢，实际上大概是16到17个月。可是比起在台湾，像他们有一个这个网友就直接讲了。
我都知道我要做博弈事业了，我当然高风险，我就要把我的年薪谈高一点。他说没有年薪100万，不要来这一家啦。好，那意思是什么？这家很敢给。还有呢，他们的包括你知道，他们太子集团在柬埔寨最厉害是什么？连韩国的艺人都请去唱那个什么年终晚会啊、尾牙。在台湾他们在办在信义区的5星级饭店，一样请了明星。然后呢，抽奖抽什么？抽头奖凯宴、保时捷，就是刚刚易善哥说不认识的那些车子然后呢，还有他们还不只是有这种所谓的尾牙头奖，还有一种奖项很特别，叫元老奖，就是公司的元老还可以有专属的只有元老才能抽，对，元老才可以然后呢，元老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籍的员工，所以你知道很多台湾的离职员工都说，每次大奖都被大陆的抽走，那他们就说是黑箱其实我都怀疑那个搞不好也是洗钱的一环那当然现在这家公司它曝光了。因为这是从美国把这个太子集团起诉包括英国加入制裁，我们终于启动了。我只有一个问题，这家公司在台湾很久了耶。对，没错，我们都不知道，2016、2017年就开始设快1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些难道都没有一点点的线索吗？2个礼拜前，就是这个美国起诉太子集团的时候，有一篇报道说，曾经美国有提供情资来。可是最后查无不法。好，那为什么现在又可以找到资料了？好，我要问的就是，因为陈志他的手法，这一位首脑他现在是失联的，他在全球通缉当中。可是呢，柬埔寨还是说，陈志在这个太子集团在柬埔寨查无犯罪证据。那他的手法就是行贿，他用高额的利益去吸引各国，他的事业到各国去发展，一副都是很正当的，我是来投资的。在台湾，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 on the table 的交易，让他这家公司可以持续发展？这是我好奇的地方。OK， 当然这件事情那应该是整个彻查，包括查这些犯罪集团，包括查所有的，应该不反对吧？应该是像这样，所有这些，如果大家有任何一些质疑，因为这家公司能够在台湾生存这么久，然后现在大家看到是这个样子，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些涉及到？那杨明刚讲明白一点，就是有没有涉及到任何跟公务员之间有任何一些这些应该要一并都彻查看，当然要彻查，对不对？因为像这样的国际的这个诈骗洗钱集团那尤其它又涉及到最让大家诟病的，在柬埔寨，然后利用这些诈骗的手法，是把很多老人家的积蓄、一辈子的积蓄白骗去呢。我觉得。现在包括事实上很多道上的兄弟也说，他们真的很看不起诈骗。因为过去大家可能会一些比较黑帮的分子，但是你一旦扯到诈骗，那我觉得黑金价起把人家一辈子的积蓄骗走，这件事很严重。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立法院除了在检讨说所谓这些诈欺犯，尤其是这一些集体的诈欺犯的刑责要加重之外，事实上更要去想办法，要让这些被害人有没有办法？你像这一次国际冻结了4785亿。那到底这些跟所谓这些每一个零星发生不幸的被诈骗的案件，到底有怎样的牵连？有没有办法把它牵出来？蛛丝马迹牵出来后，到底有没有办法让这些受害人多少拿到一些赔偿？这个我是觉得对很多受害人来说，他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些补偿正义。OK， 对，其实刚才包括杨明之言，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没有以前，当然就推定不会有这样的事。可是。这些质疑，我相信对政府自己来讲话，都讲哇，全世界都查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整个清查一遍，那让国人大家能够放心这一段？但不会，现在看起来的话，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是让大家愤愤不平，更不要讲刚一宇讲，你只要亲朋戚友，不要说自己，有人曾经被诈骗集团碰过，我告诉你，真的恨他们恨死一辈子。讲到这个特助的他15万交保的事情，我真的要先提一下了。今天有个新闻啊。赵少康先生因为罢免亮票事件被北检要求从重量刑，结果这诈骗嘛？然后对比于在台洗钱45亿的太子集团 CEO 特助15万交保，我不是说不能够对赵少康先生要求从重量刑，但是对于诈骗集团，我们检调对他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是民众质疑的嘛？在台洗钱45亿啊，15万交保。
我不晓得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也许他可能觉得他涉案不够重，所以15万交保。但我个人觉得15万交保，我不晓得对这个特助而言，他的薪水我相信都远远超过这15万啊，难怪出来笑成那样子。而且讲一句不客气也不好听的话，一般来讲嫌犯出来，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脸上打马赛克了，要不然就遮的。对，这位小姐出来是另外身体上面打马赛克啦，他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所谓的这个检调单位来应讯啊？不在意啊，他完全不在意，随便他平常可能穿什么衣服，非常轻松就来了，出来15万，笑跟什么似的。这看在那些所有被诈骗人的台湾人的眼里是作何感想啊？再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啊，新闻大家有讲过，全台湾一天的诈骗金额总共大概多少钱？大概2亿左右。这个太子集团日捞9亿啊，这诈骗超级大户。结果呢，不晓得首脑找不到，然后相关找到了一些特助，虽然收押了几个人，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法跟做法，这民众感觉真的非常差。网络上早就在笑了。他说，在台湾啊，没有被骗过的人啊，不叫做台湾人啊，因为所有的简讯全部都是啊，天天打开一堆有的没有的，或电话接起来说，哎呦哪里出车祸啊，汇钱啊，什么都有，连最近普发1万块还没有开始发啊，对，这个要特别小心。对，那个诈骗的那个网站，什么数字都有啊，这千万小心。对，所以导致很多人不是不敢去网上登记啊，他是怕被骗，他宁可去 ATM 领，去邮局排队算了，他比较安心啊。这个就是台湾现在所有民众的氛围跟感受，就是诈骗真的太嚣张，而且诈骗判的刑责真的太轻了，没有人在怕的啦。我就讲白了，15万交保，我说真的，他就算逃了又怎样？不痛不痒就跑了，然后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那接下来不要说他的这个主谋找不找得到啦，后续台湾还有非常非常多诈骗集团，到现在都不该怎么处理，因为很简单，所有检调单位几乎追查到的都是车手而已。那车手有多少钱？没多少钱，就几万块。那抓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首脑几乎都抓不到。而几乎台湾民众被骗钱的人，他的钱也几乎都拿不回来。这是台湾目前现在最悲哀的地方。所以搞得你知道吗？我们民众常常会来跟我们澄清，我相信议委员很多民意代表都接到很多民众的澄清，被诈骗了。我们除了只能说赶快报警，然后希望警方尽力协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然后那些被骗的人，我说真的家破人亡一堆啊，尤其是很多退休的长辈。很多单亲家庭，他一辈子的心血都短短一通电话或者一个简讯就全部耗之殆尽，这是民众非常痛恨的事情。所以当然大家有来讨论过，你说诈骗到底要不要用鞭刑等等的，我老实讲，就我个人，我觉得应该施以重罚，这不用什么好说，真的施以重罚，因为你没有看过那些被诈骗而家离破散而非常辛苦，甚至是失去希望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所以我真的拜托，这个是一个整个国家的态度。各个县市，其实我们每次地方跑，警察局天天都在宣导要反诈骗。但是在这个宣导过程完之后，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配套，甚至是刑罚来遏制这些诈骗的歪风越来越严重？我觉得非常重要啊。从赖政府时代到现在，从蔡英文时代到现在赖政府时代，打诈是所有大家都一直在宣导，每年都要几百亿的钱去打诈，但台湾诈骗的金额、诈骗的次数、诈骗的手法还一直不停在翻新跟增高当中，就代表了我们现在法治是有问题，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有漏洞的，所以我拜托这个不分蓝绿白、不分政党，希望政党尽速的处理诈骗的问题，就算施以重罚，我相信绝大部分民众都是同意跟赞成的。小瑜，他讲的越多，我头越低，因为你们在座各位只有我一个人是被诈骗过的，而且我把钱交出去了。你有被骗？骗多少钱？我告诉，不。5万块，可是我上了雅虎头条，对，这个让我你怎么被骗的？这个细节不用再讲了，那个就 ATM 操作啊，他叫我汇多少，他叫你汇你就汇，我就汇。我那时候参加去采访民进党全代会，我那时候太忙了。然后那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还扯民进党全代会？民进党，那个民进党，我就是因为太忙，因为我在赶稿嘛。然后后来他这个诈骗电话就打来啊，然后就跟大家这个当时听的都一样嘛，就说什么我的信用卡被盗刷，然后为了要把钱还给我，叫我去 ATM， 对。然后那时候在世贸嘛，就我跑去世贸就操作啊，就一张卡还不够，然后他叫我再拿第2张卡，我真的就把第2张卡再拿出来。然后我印象深刻。你刚刚讲的我都知道，我跟你讲我在警察局大哭，我就赶快去报案，然后他还打电话来哦，他还说那个小姐我不是诈骗集团，我
就说你不要再骗我了，我说我加油。对，没错，不相信警察。对，然后我就进了警察局嘛，然后你知道吗？那后来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那个警察就问我说我是什么毕业，我不敢说我是硕士毕业，我说我只有小学毕业。然后他问我是什么职业，我不敢说我是记者，因为我们记者常常说我看那么，我说我无业，不是，因为我们记者就自诩为看最多、听最多，我们绝对不会被骗。结果我就是被骗的那个。好，所以你说那什么家破人亡，那个我真的就觉得那真的对诈骗非常的痛。而且我跟你讲，他现在已经进步到什么？为什么我会被骗？因为他如果是大陆口音，他如果是中国口音，说喂邱小姐什么的，你马上就挂掉。可是他就讲的就是台湾口音一样，就台湾口音，而且他还要三方通话，讲的跟银行协理什么跟你三方通话，还视讯呢。对，视讯都有了，对，反正总而言之，我就是他都不在台湾，都在 KK 园区，都在柬埔寨，没错。反正我这件事我就成了警政署的代言人，警政署的成员找我代言过来，然后我把我的亲身经验，大家去查了，名嘴被诈骗就是我了哈。好了，回过头来，你要讲说那个陈志啊，这陈志我当时就是反串的说法啦，就是他蛮励志的，他国中辍学，他国中2年级辍学，然后就刚刚杨明讲的，一路到柬埔寨发展成这样。那当然呢，有一说他为什么就可以变成这个柬埔寨大亨，他如果他不是有那个背景的话，没有中共在背后扶持他不可能发展这么快。那现在就有人起底他到底什么背景？有人说他是什么广东省书记啊的这个亲戚相关的一些亲戚啦哈。那最主要的是说，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样连结牵到习近平这边，还说什么是习近平的大姐齐乔乔的安排，可以直通让这个陈志直通到公安部跟外交部。所以有说他的其实副业是诈骗，但是他的主业是帮习近平的家族在负责这个洗钱的一个业务，即便这是乡野传闻，可是最近啊，美国就是刚刚不是讲说美国在调查陈志吗？但有一个号称是中共的特工叫 Eric 有出来爆料，他就是有直指说这个陈志确实是跟中国的这种统战部是有相关的关系。那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啦哈，有一个最新的爆出来是说，哇，那个陈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洗钱啊遍及海外嘛哈，那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让帛琉来跟台湾断交。可是因为帛琉对我们都很铁嘛，哈，包括就是说，对我们蛮支持，蛮多重要的活动，他总统都还会亲自来。那所以中共要怎么样去施压帛琉跟台湾断交呢？所以就透过陈志啊，就帛琉发展啊，包括什么投资饭店什么的。重点是他叫他去买地。尤其买的都是机敏的地，包括什么港口附近、机场附近、雷达站周边，而且就像那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一样，你买了之后一签就是99年，就是要以商逼政这样子。而且就像那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一样，你买了之后一签就是99年，就是要以商逼政这样子。那其实坦白讲了哈，我就是说，其实不只是台湾紧张，其实最紧张的应该是美国，因为帛琉对他们来讲是第一岛链，就是作战的地方。如果说你中国啊，透过陈志你买下港口、机场、雷达，哇塞，他如果人布防在那边的话，那你不是就观察到美国的一些布防嘛？其实对美国来讲也相当紧张了哈。那所以这个还有讲到说，那中国是不是常常用陈志这种模式，叫做以商养情，情就是指情报人员哈。那最后讲，那就说帛琉哈这个部分，大家有来向台湾这边求救，所以我们的调查局长陈白丽啊，还曾经率队啊去分享，去教他们这边的警察说台湾怎么样破获水房的这些经验。那后来他们确实是有这样子这个就是后来这个帛琉警方有去破获成立下面经营的洗钱中心跟博弈的水房。好，那所以最后要讲啦，就是说，那不，你可以看陈志的这个部分啦，哈，其实他不只是涉及有传言帮习近平家族洗钱，他甚至连这个中国还要透过他来这个来影响台湾跟帛琉的外交。OK， 除了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大概这几天新闻还会再看到，大家还会再关注太极拳到底有多夸张的一些的行径。可是对国内来讲，尤其对一些棒球迷，是那个你说老共他们那个地方要发展他们的那个城市棒球联盟，那就发展嘛，对，棒球那是全世界的运动，是。那为什么会那个两个 logo， 是太像了吧？这个当然了哈，这个像的地方可多了。我们的中华职棒大联盟全名是这样叫，它是 CPBL 我们的是 CPBL， 他们叫 CPB 啦哈。
那其实标志 logo 有点像，但是呢，初期他们据称的5队，我要强调哈，这5队他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就是有人看到这样的东西，其中有一队啊叫做上海兄弟，然后它是象的徽，那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啊，大家都知道嘛。兄弟当然在现在在一手给中信之后，我们都号称中信兄弟没有象嘛但是它实际上包括吉祥物什么都还是有象的形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保持着。那你可以注意在包括识别设计上，这边是台湾的台中中信他们的基本的 logo，你可以发现要素都非常的接近，因此大家第一个看到直觉是什么？什么时候转投资了这一队？我要强调，中信集团在台湾还有非常多的职业队，他甚至在业余都有他们的底下的台塑的雷霸龙队这一队但是重点在于说，之前都没有说怎么突然又有？好，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兄弟的球迷非常激动烧帽子烧球衣的还有这些这个球迷团体开始要群情上书啦，说要退明年的季票，明年季票不买了，表达抗争。好，那也逼了第一就是这个蔡会长就是我们的蔡其昌委员立刻要出来说，他说他已经发函去请中信球团，台湾的中信球团去说明这怎么一回事。中信球团说他们没有，这不是我们的人。好，那当然了，讲到这个时候，台湾的中信球团说，既然人家 logo 那么像，当然会有侵权问题，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侵权的官司快提告等等的。不过呢，随着这个事情，其实在中信球团还没出来说明之前有人就去调中国那一边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相关的登记这个上海兄弟娱乐棒球这个就是棒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就是这一个法定代表人许廷章，他们意外发现跟之前台塑就是一样，也是中信集团底下的台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层，之前的董事也曾经做中信什么主任什么的应该不是主任，就是融资，他有做过董事，也就是说看起来就是中信派了一个老臣，或者是有一个老臣福至心灵到了上海去搞一个跟自己的母企业完全一样，用的 logo 概念也一样的一个企业。好，那当然了，这就以其人异斗是不是就是孤家打算要去成立呢？那其实呢，因为我20几年前嘛，我也是职棒的后援会的会长。那20几年前，我们那个时候还是中国信托金盾还不是兄弟的时代。中信金。那中信金的时代，我们当然跟老板会有一些接触。当时他就有非常宏大的志向，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什么两岸多地的棒球联盟跨国甚至跨到日本去就因为他有留日嘛跟日本有关系。好，但是这样子的想象会不会起人疑窦？就是现在大家思考点说，棒球是台湾的国球，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把优秀的台湾棒球员挖到对岸去？那目前依我对台湾棒球生态了解是，应该是不至于了。现在有一些是其实要在台湾一直升不上一军，然后最后被淘汰的球员会到中国发展，没错他们现在就还有几位真的就在中国打业余。但重点是今天在这个陆委会的记者会中，梁文杰有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就他们所知，有一个国内的知名的做这个相关的企业有在负责中介球员去中国，所以他们正在持续的观察。因为这个联盟他们非常有特色，你会说中国人要打球关台湾人什么事？他们只规定30个球员里面只有10个。就10个是中国本土人，10个是台港澳，还有10个以上的是外籍就是他可以开放外籍。那当然5支球队就可能会50个台湾球员。那当然我要强调，台湾球员人才库没有那么稀薄，没有那么容易挖走，但球迷的担心是真的。不管他是不是统战，会不会有球员外流的问题？就像台湾过去优秀的篮球员，因为竞价的关系嘛，绝大多数都流往中国去打他们的 CBA。那会不会造成好不容易起来的职棒再次出现一些经营上的压力、风险、竞争性，甚至因为特定的统战要素而使得球员他在出去比赛的时候，他不愿意再去挂 Team Taiwan。我觉得像这一些要素可能是球迷比较担心的。那涉入此事的中信球团，我认为应该及早做表态了就是到底是不是相关的关联企业，对岸的这一个上海兄弟它是什么样的成分，接下来这个发展的格局。当然我要强调，两岸交流可以是良性的可以是健康的，但
最好是公开透明、有明确法律规范的，而不是私底下大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姚明是棒球迷。你是哪一队的球迷？不是兄弟的哦，你不是兄弟的。OK， 所以你不是兄弟的，那你看就可不可以简短发表一下棒球迷的看法？我觉得应该这样说了哦。网络上有一个说法说，100万象迷要变亿万象迷。但是这个我觉得中信球团要认真以对，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对台湾的象迷造成一些这个情感上的受损啊。那棒球迷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我的棒球连中国都要把它这个偷走吗？或怎么样的？但我觉得里面，我觉得要把那个游戏规则讲清楚了哦。第一个是因为他这些队名，包括他的这个logo， 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宣布，搞不好这个感觉是那个内部作业的时候，因为据了解，这个联盟啊是台湾的一家运动行销公司去搞的，那也许是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有人提案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内部的资讯流出来，那如果在台湾已经变成是大家已经你知道吗？棒球迷全部反弹的时候，我相信啦，这个搞不好最后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既然我们去年拿了世界冠军，对不对？12强世界冠军，我们对自己的棒球运动要那个棒球文化要有自信。因为中国大陆其实真正麻烦是什么？是中国大陆是一个对体育运动。你要他政府投资源，这个运动才有可能被拉起来的。而棒球长期都不在这个中国大陆官方投资的这个运动项目，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他们成绩没有那么理想以外，是因为奥运，现在奥运，当然下一届奥运在洛杉矶是会有棒球的，可是未来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对每4年可能就要被讨论一次，要不要放进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他就不会长期投资。而这一块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如果你看说实话，至少里面那个传闻的那张图里面说，至少有3家是台湾的企业去投资。那而且你知道今天最好笑是网络上讲说那个长沙黑皮，他们讲说是那个旺旺集团投资。你知道黑皮是什么吗？黑皮是蔡衍明过去的爱犬过世了。他有可能真的拿他的爱犬的名字来做这个队名吗？我是打一个大问号了所以这个还有人拿出他那个旺旺这个传记自传里面是有这样的这个，而且狗的形那个样子都长得很像。OK。黑皮是什么吗？黑皮是蔡衍明过去的爱犬过世了。他有可能真的拿他的爱犬的名字来做这个队名吗？我是打一个大问号了所以这个还有人拿出他那个旺旺这个传记自传里面是有这样的这个，而且狗的形那个样子都长得很像。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对，这边有图对，所以这个对我是觉得说这个我们先姑且看之。那等到他正式的资讯出来，我们再做下一步。当然，我认为台湾的棒球可以更有自信，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认为对岸的能力很难把台湾的好球员挖走。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有听这个有专家分析，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他们就是不喜欢发展团队？你看他们人这么多，可是他们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就是这种团队就比较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经济的环境，所以如果你要家里改善迅速环境，你要个人得牌，比如说，所以他们的桌球、羽球这种跳水这种个人得牌，马上就有奖金，然后可以改善家里环境。那你这种团体的运动，你不是只有个人好不是我投手强我就很厉害，你要个人才能夺牌。所以他们有一个发展环境的一个线，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团体比较发展不起来。但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半年前就听说了，那时候就有听到说，这个辜仲亮这边他是想要发展他一个什么亚洲的那个什么联盟嘛，但是那时候我们只以为说他要去。那时候大家都跳起来，是说本来以为他只要是扶植中国那边像少棒学校的这种，没想到你已经要扶植到球队。可是大家担心的是说，等到为什么现在中国老是没有拿到主办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不是他们主部的运动，所以然后再加上他们成绩不够好，所以常常没有拿到主办权。大家是担心说，你未来如果你真的让你强起来了那不只是抢我们球员的问题啦，还有你的主办权。那以后他会像 APEC 一样，他拿到主办权，明年在他们那边办，就开始说台湾要一中原则啦，什么什么的，大家是会讨厌说你连棒球都要牵涉到政治，大家讨厌到这个点。最后我提醒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政府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其实早就有。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去年12强的时候，我们不是得冠吗？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还
办了一个非常风光的把这个棒球球星啊，那个帮他们这个什么就游行嘛，游行哈。那辜仲亮他是中华民国棒协的理事长哦，那时候我们12强夺冠的时候，他不是还发了7000万奖金吗？你要想想看，他当时出钱出人出力哦，他为什么最后他没有进总统府？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当时没有进总统府？当时就有传出说，就是他有心要去，就是帮对岸扶植，所以。就是有，我认为就是说，当时没有邀他进总统府，这个就是给他一个警讯。OK，那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大概尤其像包括公教人员，因为最近包括年金的这些事情，那委员会都出了吧？今天对，今天出对不对？包括公务员跟教师这些都已经出了委员会，所以昨天那个苑之委员在节目讲说，12月3读应该是可以的。所以12月3读看起来这个火车是一路就是要这样过吗？因为除了蓝营外，白营看起来黄国昌主席他们也都是支持这些，不是吗？对，所以看起来这一次的年金改革会再改回就是把这个所得替代率就停哈。对，所以看起来这件事是无法挡了。那当然，民进党必须在委员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充足的要去做好论述，就是说当年为什么会从事年金改革，就是为了担心年金破产这一件事情。但是这几年来，我们砍的这一些年金，我们并不是把它回到公务预算，我们砍的每一个年金都是回到了这一个年金的他们的这一个 pool 里面，就是说砍了多少年金呢？它就是回到了这一个年金的一个预算，就是为了要让年金永续。所以年金永续的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改变。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年金是可以永远是可以持续的，就是说不管是现职的或者是退役的，他们都可以有一份适当的年金是可以领的。那现在要停砍的话，势必会造成说未来可以再进到这个pool的年金会减少，那可能政府就必须拨补，避免年金破产，就必须要有拨补的这样的动作。那可以想象是说，因为现在民党是少数嘛，所以在一些议题的讨论上，民党我们把我们的立场必须要充分的说清楚。那在最后的表决的时候，也许没有办法，表决应该会输啦那所以这个年金的制度。会不会被改呢？看起来是会被改回去那就是会停在现在，对，会停在现在。这个看起来是可以预期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在这样之后，未来的年金的永续这件事情，我觉得民进党我们现在把它讲出来，我们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持续正视这样的状况。就停在现在，对，会停在现在。这个看起来是可以预期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在这样之后，未来的年金的永续这件事情，我觉得民进党我们现在把它讲出来，我们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持续正视这样的状况。来，不会，年金改革我比较讲是个很敏感的议题，这的确是很敏感。据了解，现在好像这个相关的案子在立法院接下来会进入政党协商。对，那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不管是蓝绿白各政党把自己的理论讲清楚说明白，不要说是绿营啦，在野党也必须要加强对社会的说明因为的确你说这个所得替代率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往下降了，多出来这个裁员该怎么样来处理？这老实说，这个也必须要跟社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交代。因为民进党昨天公布了一份他们的民调，是讲说大概有50%多，快60%左右是觉得不应该要停啊，或者什么这些。也就是说，因为这次改的是公教，对，那全民，你如果把劳工全部都一起来做民调的话，其实大概会出现这个，也不太意外。那只是对于公教来讲的话，有一些人已经觉得对他们不公平。这两边之间怎么拿捏，是各自阵营里面都要想到。没错，讲政治就一定是这一块。没错，因为我必须要讲啦，就是那些公教退休了，其实他们当时都牺牲奉献非常久的时间。现在在台湾整个物价通膨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如何能让他们的生活能更趋于稳定？我相信这绝对是民意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我们也希望除了能够照顾好所谓退休的军公教之外，现任的军公教我们也要想办法给他更好的生活。所以是否能够加薪，都在我们的期望之内。只是说。加薪跟公务员加薪不是地方县市想要可以加就可以加，因为中央必须要认可，包括你说他的薪水制度、人员制度都被中央所掌控，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但是对于那些牺牲奉献的退休军公教而言，
我老讲，现在停砍他的所得替代率，实际上真的并不是特别高的要求。但是在野党，我觉得还是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让民众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停砍了他的所得替代率，接下来会遭遇到多少金额的部分，包括了这个预算啊，这个裁员该怎么来。我觉得这是个大家都必须要一起来共同讨论，而且了解的议题。我真的不希望这个议题又到最后被拿来当作撕裂社会族群的议题。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因为大家必须要记住，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退休的人士。OK， 那怎么样让之前的退休人士能够有安稳的生活，以及让现在的包括军公教更愿意来进入这一行？像军人啦、警消，说实话，现在至少以台北市而言，都相当缺人啊。OK， 那怎么样让他们愿意加入这个行列，认为他们未来有保障？我觉得执政党也必须要多听在野党的话。我觉得大家一起合作，才会有更好的结果。小玉，你的表情，来给你1分钟。那你这个话讲给汪小玲听啊，汪小玲讲说这个就不用讨论啦，这个就讨论太多了这样。但是你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吗？现在一共有26个版本哎，光是国民党就26个版本。所以在政党协商了。但那你稀里糊涂所以在政党协商。什么政党协商，你就应该要逐条，到底是要表哪个？不是就回过头来，你现在没有表决，因为进入政党协商，对，就没有表决。这个我跟你讲，这就是财划法的翻版啊。然后到时候你表决，你连哪一个版本你都不知道，然后表了完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县市又少，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不好好的讨论呢？好好讨论，要讨论了，现在就是要讨论，你就是让他过了，你就让他过，然后直接你就直接让他交付政党协商啦。现在是政党协商啊。可是我真心觉得说你应该要好好讨论，而不是说你要用人数要你说好好讨论一个版本出去，对，不是这么多版本，至少有个党团标准版。对啊 ，OK， 对，那年纪的这个议题确实，你说从2017、18左右一路到了现在，那现在当在野党那直接讲说要停在这个时候，那未来那如果照预讲，当然以人数来看大概是会过，对整个社会会造成什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